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请介绍我议员拟参选人。如果这个法案修过了，OK， 如果要是助理费法案修过的话，你就台湾要选。对，但是我的政见是不做选服，不聘助理，然后只做一届。OK， 好，等一下看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转变。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阳明没有要选。没有，我要劝小玉姐死了这条线。真的吗？你为什么要劝她死了这条线？因为这个案子如果要过的话，因为现在看起来媒体不是讲说看起来蓝营就是要硬推到底了吗？没有，今天已经这个急转弯了。有急转弯了吗？急转弯了。OK， 来，这整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像任何一点的变化？因为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在盯着这样的一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的过程，会让大家它让大家讨论最多的，第一个会被因人设事，那往前溯及是要让已经发生的案子有除罪化吗？那接下来就是往后，那如果再往后的话，那包括所有的立法委员那个助理费，你如果看那个法案的内容的话，等于所有的钱就是进了立法委员，那就是他所有的自己运用，好不好？也不需要检核单据。对所有民众来讲的话，那这样子可以吗？除了邱明以外，有谁会愿意呢？OK， 好，那这是大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的焦点。来，一赛讲以前先让大家看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嘛，包括助理不是去找所有的立委签名，对，看哪一个立委啊挺不挺啊，或者什么。当然有很多委员针对这也发表了一些看法。翁小玲委员谈到这个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让你先听听看，来。陈玉珍委员里面提案的内容是否妥适？这本来立法院就有很多讨论的空间，这并不是说是之后一定会以陈玉珍委员的提案版本通过。坦白说，以我个人的立场，里面有些内容我也不见得是赞同的。任何一个法律的修正，绝对不会影响到具有助理的权益，除非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可能不够 qualify。不够优秀，可能担心未来改变的时候呢，都被媒体带风向，然后变成是好像是立法委员变成自肥然后连统筹运用的这个概念，任何的钱不可能是进到立法委员个人私人的账户。陈玉珍的案子过了以后啦，这些钱就立委统筹运用嘛，不限发给助理费嘛，他可以不发助理费啊，不发加班费啊，统统拿去私用啊。那这个时候你们拨不拨钱啊？依法执行。OK， 来，一帅，是原来是媒体带风向，把整个风向带成这个样子的吗？翁小玲，你去仔细看陈玉珍的版本嘛。陈玉珍的版本最重要的几个精神，第一个，所有的钱进立委的口袋，立委的账户由立委来统筹分配嘛。第二个精神，没有额度限制，我要聘没有助理，0个助理也 OK 的，所有的钱变我的钱。也都 OK 的，0元助理便当助理会充斥在整个立法院嘛，因为不用薪水啊，有些人不用薪水要志工，我当然先用志工啊，你们能力再好，我不用花钱的，当然先用嘛，所以跟能力问题没有关系。跟他提出，说真的，有时候工读生制度大家可以讨论现在没有工读生的制度，大家可以讨论。重点是钱也要进到工读生的口袋里啊，不是进到你立委的口袋里嘛？你聘一个工读生，你就把工读生的账户报给立法院，由立法院来核拨就可以啊。你说制度可不可以检讨？可以，但是绝对不是陈玉珍的版本。陈玉珍的版本就是要把助理费除罪化，就是要把助理费放在立委的口袋里面嘛。所以翁小玲要的标准的惯老板你们能力不好的话就不用怕了。重点不是能力好不好嘛，现在所有的助理。立委现在要年底了，所有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都要审核他的助理要不要续聘，也是由立委来决定，薪资多少也是由立委跟议员来决定，然后报到立法院，报到议会，由议会跟立法院核拨到助理的户头里面嘛，包含劳健保嘛，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惹怒所有的助理？是以后老板说了算，我还没有劳健保，连文康费用、连健检费用，我要去做一个健康检查，我要去团聚一下，这些钱全部都归立委决定，而不是归所谓的助理来自行来统筹分配嘛，这些东西就会引起助理的反弹，而总共有
绿委啊，就是有49个绿营立委的办公室，24个蓝营立委的办公室，还有5名白营立委的办公室，不分蓝绿白啦。全部总共284个助理联署嘛，284个助理，如果你扣除在地方跑的这个组织型的助理之外啊，几乎啊，在立法院里面的法案助理超过半数都已经联署了，超过半数的法案助理觉得这个法案是有影响到所有助理的权益的嘛，所以他们明天要集结，要求陈玉珍这个案子撤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陈玉珍的案子太有争议了，而太有争议的时候，你影响到助理的权益，其他的制度、其他的版本没关系，你们再提。但是你先把陈玉珍的案子撤案嘛，你这些联署的立委，27个联署的立委，你们先行撤迁嘛，你们这些助理先去要求你们老板先行撤迁嘛。当然，陈玉珍办公室大概不敢签啦，其他的有很多的联署的立委的办公室的助理，就是助理工会的干部啊，你们先要求自己的立委先撤迁啊，这个案子不要进入到讨论嘛。所以今天在委员会里面，这司法法案支委员会也安排了一个所谓的800万助理费变成小金库的这个报告案哦。因为为什么报告案他们请到了周万来秘书长要来进行报告？为什么？这个叫立法院组织法，主管单位就是立法院嘛。那你不可能请立法院院长来报告啊，你不可能请韩国瑜来报告，当然是由秘书长来报告。你支不支持这样子一个案子的提案嘛？但是周万来竟然缺席啊！为什么周万来会缺席？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就说，因为当初陈玉珍的这个提案是有给立法院的法制局看过的，也就是说，立法院的法制局是不是没有意见，或者是你周万来根本不表示意见，所以他们才要在质询台里面去质问你立法院的秘书长，你赞不赞成这样一个案子嘛？但是周万来竟然缺席，所以你缺席没用啊！你缺席之后，就等于是韩国瑜当初讲的任何的修法不要影响到助理权益这件事情，你韩国瑜这句话就是一句空话而已嘛，你怎么去保障到所有立法院助理的权益嘛？那除了所谓的翁小玲，除了所谓的韩国瑜之外，那民众党一样，民众党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助理来签，但是陈昭姿委员说他们要去提一个折中方案，我是不知道他折中方案的版本啊。那你说刚才讲到的很多弹性运用的工读生可以去讨论，但是折中方案是什么？到底是不是贪污可不可以贪一半啊？投降输一半，所以贪污贪一半。不可以嘛？所以到底民众党的版本是什么？没有告诉大家。而民众党谈出一个版本，提出一个版本，还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最后如果真的陈玉珍版本进入到立法院表决的时候，那民众党那8票又要支持自己版本，等于是放水了陈玉珍的版本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国民党要来说清楚，民众党也必须说清楚，到底你们支持或反对陈玉珍版本的提案。如果大家都反对，那就请陈玉珍委员把这个案子先行撤回，等到大家研议完成之后，再送到立法院的委员会来审议，细节或者制度可以讨论，但是重点是公费法用。所有的公费、所有的助理费都必须由法律来制定相关的规定，进到助理的户头来去做法用，而不是把所有贪污助理费案的所有的议员跟立委来除罪化。OK， 这整个案子往下看起来，那大家都在讲说，明天会不会真的出现助理去在立法院抗议，所有的老板们做这样的一些事？这个是法案内容，观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过法案的内容。那包括刚刚翁小玲委员也讲说，又不会影响到权益啊，类似这些。法案内容说明在这个地方。OK， 这个是他们修正法，修正的条文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修正条文都会有一个说明，说明有一句话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助理费的性质属于立法委员实质薪资的一部分，立法委员对这一个补助费的运用，自有完全处分的权限。这就是最吸引邱明玉的一句话，没错，对不对？4年做完，那个议员就有1500万。好 ，OK， 好，那来小雨，就是因为这些，大家就要问，原来那个制度是不好，所以一定要改吗？而现在改完，
目前看起来这个案子啊，好，媒体虽然讲说会不会一定要往下推，那杨明刚讲说是不是中间有可能要出现转折？因为你看到他不是单纯，说实话，这个案子的讨论不是为了助理的权益而已，这是为了整个立法院的制度的问题啊，包括地方议会，因为现在要延伸到地方议会嘛。平常讲，刚才一善有讲，因为已经到年底了，续不续聘这些助理？今年年底到明年我还有没有工作？所以有人说敢签的也蛮有 guts 的。因为也许你搞不好明年会不会没有工作？有没有人查水表？小玉，今天媒体报道是说国民党在查水表嘛，好，但是我看那个刚刚国民党团发了一个声明嘛，就说什么没有这件事。好，那我先讲，就是说还是回到先翁小玲那一块啊。那翁小玲讲说啊，你这个不能说我们自肥啊，可是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薪水就进到立委的口袋里，立委的账户里面了吗？那你这不是自肥是什么是自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他怎么会去检讨助理？助理是受害者就他现在讲到是说，那你们助理自己如果不够好的话，怎么样？那你怎么会去检讨受害者呢？所以我就不太理解。而且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的话，那赖清德也有助理啊，卓荣泰也有助理啊，那是不是如果大家把这个代名词换一下，好，把立委换成赖清德跟卓荣泰，那是不是所有的钱先给赖清德，再给卓荣泰，卓荣泰再去发给他的助理？那这可以吗？这当然就不行啊！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修法在修什么呢？哈，好，那回过头来哈，就是说，因为刚刚杨明有讲嘛，就说看起来国民党团这边反弹比较大。那我先把整个来龙去脉，就我听到的啦哈，就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荒谬的修法？那因为是那个蒋跟黄他们有议长联谊会嘛，好，那当时因为蛮多，尤其是南部的这个很多的民意代表，他们都有这种助理费贪污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他们有这个正副议长联谊会，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是不是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蒋跟黄就一路先找到了傅昆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国民党的金主叫 CK 杨，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找上这2个人，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所以蒋跟黄就一路先找到了傅昆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国民党的金主叫 CK 杨，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找上这2个人，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那看起来我听到的消息是说 CK 杨跟傅昆萁要卖给这些议长面子，所以他们就去推了这样的法案。可是我觉得傅昆萁厉害的是说，他就直接拿法案就直接丢给陈玉珍，他自己不提嘛，他就叫陈玉珍，因为连联署都没有他的名字。对，他就叫陈玉珍来提嘛。那陈玉珍其实我觉得陈玉珍这个就是最好的枪杆子啊，因为你看他站在镜头前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自肥因为我明年就去当县长了，所以你说他没有说当县长，他说他明年就要去选。哎呀，这个他没有说当县长，虽然他很可能当选，对嘛？对啦，然后我就帮他超译了，对。那我是觉得找陈玉珍来做这个角色是最适合。我觉得他不是为自己的意思，对，因为他就说我很可能我就去当县长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招蛮厉害的。但是也有人后续去推啦，就说那陈玉珍你卖了这么大的面子给这些人，那是不是未来你当了县长之后，你要推什么离岛建设条例啦，中国医生可以到金门看病啊，什么这些有的没有的，那这些人是不是未来都要买你的单，投桃报李，是有后面的这些推论。好，那回过头来，我刚刚讲了吧，就是蒋跟黄这些人去找了 CK 杨，找了傅昆萁，那所以 CK 杨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是国民党很大的一个金主嘛，所以他就郑丽文啊，那所以郑丽文就叫了李乾隆，所以才有媒体后续的那一段。郑丽文不是说不知情吗？这件事。好，那郑丽文一定要这样讲嘛？可是我们听到消息是说，你怎么可能？郑丽文怎么可能不知道？郑丽文知道就知道，所以李乾隆才去。李乾隆他是一个副秘书长、副主席嘛，还对。他要是没有郑丽文的授意，哇，他大猪大意就找了这些立委然后就说你们给我推这3个法案，哇，他现在是已经怎样升格为地下党主席了嘛？这不可能的代志嘛？所以郑丽文一定知道。那我听到消息，郑丽文是知道的哈。然后那个李乾隆他就是找了这些蓝委，才有媒体后续报道说他拿了3个法案，我们要推的这些法案。我听到的还有就是说，他们第一个那个助理费的这个案子李乾隆还希望要求这个会期就要过，为什么？他是说那个严宽衡因为明年可能2审要宣判，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赶在，所以今年赶快过所以这个会期赶快过，所以明年严宽衡的2审可以就是可以用这样子，就是又给严加一个很大的一个 favor 啦好，那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些后续，就是当他在跟这些蓝委沟通的时候就我了解是说有一些年轻的蓝委就反弹，直接反弹因为
尤其是第一届的这些青壮派的立委，他们就反弹。那就我了解，在会议里面是说，那他们就有点不能说恐吓啦，就是说，你们这些这个年轻立委，你们这些都当过议员呐，哈，我告诉你们，就是说未来啊，如果赖清德要清算你们的话，哈，把你们在当议员这个时候的这些助理费，大家得好好算一算，你们能够保证你们谁会没有事吗？就是还有讲到这么的细节啦，就是说谁没当过议员啊？如果你们当过议员的，不是这个说法，感觉上当了议员。都会有可能会对啊，对，怎么会这样讲呢？你这样博弈跟袁凤两个人听起来，那心里多感忧，好像坐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是为了做针毡，对不对？对啊，他们也不会答应这种东西啊。但是不可否认嘛，不可否认就是说很多的议员就是出事都是因为助理费的部分嘛，所以他当然要用这种事情去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这个对，但就是说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大概就是我听到的消息是说他们会里面大概是这样谈，可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是说。原来最后反弹的是助理，助理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那我也认为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助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大家都累了，我们这个大罢免也讲了那么多，大家都累了，那不如这是助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次选在中山南路这边。照理说，立法院的助理不是应该都在立法院这一个圈里面自己抗议嘛？可是他们这次没有选在这个围墙里面，他们走到了围墙外面，在中山南路这边，他们要做大规模的这个诉求跟抗议，200多人呢。对啊，那我也认为你助理自己的权益自己要争取啊。如果你自己都不争取的话，那谁要帮你们来发声呢？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OK，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小 V 刚刚讲说他听到所有的新闻讯息啊这些，你也看到媒体上报道，像李乾隆就说没有啊，他从来也没有叫人家要去推这些法案啦或什么这些。好，没关系，大家各自表述这些。可是这个案子就是在往下走嘛。杨明，我直接问一下。刚才小玉讲的，你有很多消息的来源，跟小玉刚刚讲那个消息来源内容相符吗？还有另外一段，你刚刚讲说这个案子可能会有转折，转折最大的点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其实我的了解是，今天陈玉珍已经接受，就是他原本的版本已经愿意这个下台阶，要下架吗？他没有要撤案，但是呢，他会提一个新的案，然后新的案会把原本大家争议的点，通通把它掩盖掉，就是说这些他就可以来修改，意思就是说他愿意面对这些所谓的意见。OK， 因为我必须讲啦，在立法院，我们跑立法院其实。大家如果还印象深刻的话，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蔡正元委员大家还记得吗？9A 嘛这种事情讲出来，大家就大家一起杀，对，砍立委的福利，砍立委的津贴，自己砍，全民赞成。但是当你今天像尤其是公费助理这个议题从过去确实民国70几年，那个时候确实是立法院把钱丢给这个立委自己去发，后来把它法制化了。把它变成是由立法院人事处直接支发这些所谓的助理费之后，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已经是一个很长期了。像包括易善也领过这个国费助理的费用啊，就是这种30年前就直接汇到我户头。OK， 就是感谢还是特别博弈在这边感谢李欣那时候弄了助理工会，然后把这个制度改变过来。那这个就不要叫做不能回头了。好，然后呢，这叫做公费助理，叫做公法化，就是它变成是一个所谓法治保障的职务。那现在陈玉珍这个叫做加成化，就是你回去通通给你们立委，你们回去自己分，就把这个国会助理变成你家里聘的人的感觉，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爱怎么用怎么用。可是其实国会助理工会近年都在推一个东西，就是公费助理不只是要现在这个，他们还要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变成比如说由政府的直接编制内的，他们要的是一个法律的地位。OK，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嘛，每一届4年，好，这个立委任期完了，有人落选，那有人失业，就去换老板。对，可是法案助理很多，其实他是你知道吗？他不是看蓝绿他是专业的比如说他对社福，他对这个建筑，他对什么特定的法律，他是有专长研究的。可是像这样的人，就你变成他的年资没有办法累计，每4年可能他就要锻炼一次。那所以他们希望说，如果有这样的专业，应该要把它法制化，这是助理工会一直在推的。那陈玉珍现在这个版本，等于就是把过去30年一次打垮了。所以当然对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里面曾经做过国会助理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OK， 所以即便一开始有28个联署，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案子也不太可能会过。为什么？只要你党内有不同的声音。
那他基本上就会变成说，就算你53票、54票，统统去投，最后可能开出来不到50票，那51票的民进党是可以把你否决的，所以这个案子。当他们党内礼拜一，他们党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沟通啦。那可是呢，这个沟通当然没有结论。可是后来因为这个越烧越凶，大家开始有人讲说，哇，2026年轻选票都，其实国民党也没多少年轻选票，我讲真的，这个是实话嘛。好难过。蒋万安20到29都输给王世坚了，你看对不对？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国民党也看到这个问题了，是这个火不要让它烧下去，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希望去沟通陈玉珍。即便你看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啊，连翁小玲委员都说他没有完全，他有一些不赞成。对，即便他有联署哦，他有联署，他都说他完全，所以他们正在一个转弯。那这个转弯会转到什么程度？那个修正动议怎么写出来还没有人看到。等他丢出来，可是呢，明天还会有一个变数，或者说应该说下一次院会，就是说反对方，因为上个礼拜是一读复委，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有异议哦，现场立法院没有人提出异议。所以有可能，也许现在民进党团也好，因为民进党已经开始排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的议程，就是拿这个议题来攻防的嘛。那会不会明天或下个礼拜2，在下次院会前提出复议，就是把这个一读复委的这个程序逆转？有没有可能？然后要逼国民党立委来表态，说你到底支不支持？有没有可能用这样？所以接下来考验的就是蓝委。国民党的这个转弯，到底第一个转弯的内容为何？第二个就是他们到底会不会，就是说蓝绿又变成一个攻防的角度？那我的想法很简单啦，基本上这把火，你去得罪国会助理哦，那个立委会死一片啦。因为什么立委会死一片？最了解立法委员办公室运作生态的就是这些国会助理嘛。你得罪不要忘记过去高虹安的助理费，这些很多的案件都是因为助理。他有的时候他有内部的账本，他有内部运作的证据，他们去检举，他们去告发，他们拿去丢去爆料。今天你得罪助理，通常你的办公室可能永无安宁。所以我是奉劝各位这个在野党立委，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OK， 因为很多那种什么立委助理费啊，那我们内部人怎么会知道说？对，我们外部人不会知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些运用。那所以你说这段期间就光这一个礼拜吧，这一个礼拜每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要讨论这些有没有用？有用。我不相信所有的人大家会无视于这样一些的法案它内容。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个法案如果要说它到底烂在哪里呀？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呀？需要修成这个样子？原来那个制度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问题才要修嘛？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它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人犯了法，然后大家要除罪吗？是这样吗？就为了这个要去修一个法案吗？结果把所有的助理讲成这个样子。如果照刚欧委员的讲法，对，那我也不知道这些助理到底得罪谁了。就是在平常在知营在做事，然后结果后来讲说你们大家够不够优秀啊？不要担心嘛，够优秀就不要担心，这不是优不优秀的事情，好不好？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再讲一次，儿爱其养，我爱其理，那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那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听到有些议员啊，不是他们两个对啊，不是，就是说，有些议员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的钱，比如说32万，那如果有人离职了，那可是问题是我32万，我这样就没有办法领，对，因为我就要扣掉6万，对吧？因为那个人不在职，当然就不应该。可是这32万，他们会觉得有些老议员他会觉得那个本来就是我的钱。因为我就要扣掉6万，对吧？因为那个人不在职，当然就不应该。可是这32万，他们会觉得有些老议员，他会觉得那个本来就是我的钱，所以我不领白不领，所以我干脆就找爸妈人头啊来签啊，签了都出代级啊。谁？欢迎下一集，真的吗？不是啊，我们就出代级的那些人嘛。你去找判决书。对，出代级的那些人嘛。以现行的这个法规这样子，就是诈领助理。对，是吗？我们在节目里面这一个礼拜，只要来上节目的议员、委员、议员，我都会直接讲，大家各自来。博弈这个案子，包括你说包括委员陈玉珍委员所提的这个案子，你同意这个案子吗？因为这里面同时把议会也拉进来了嘛，对，好像感觉上责批大地，然后议会呢也一起进来。但议员真的希望这个样子吗？
我个人是希望是维持现在的制度，把薪水直接汇到助理里面去。OK， 跟大家报告，台北市议会在我父亲更早的年代，也是把钱先给议员，对，然后议员再分给助理。那个时候问题就蛮多的，就是因为问题很多，所以后来才决定，那就不要让议员有这个问题，也不要去涉入关于金钱的问题，直接汇到各助理的账户里面是最单纯的嘛，大家不要经手就没有争议。所以也行之有年这么久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制度是好的制度，而且我必须要讲。如果真的把钱都给议员，那超麻烦的。你劳健保每天算死你啊，那个进进出出的怎么算？还要多聘一个会计。对，要聘会计啊，那钱真的不好算。现在议会是有专门的人事是在帮你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最单纯而且最没有争议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依照现在的拨给的制度，直接把钱汇到助理的账户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你们有没有尝试透过你们自己内部，因为毕竟同样是蓝营嘛？就蓝营里面议员、委员这些，大家一定有很多大家熟。你们有没有自己也跟包括熟的委员或者讲说，哎，拜托这个案子不要讲，这样下去，2026大家选起来，难道不会这因此账都算在你们头上吗？我有问过几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我说，哎，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说这个确定吗？那我问到的一些立法委员，他直接回复我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很赞成现在的状况。OK， 他认为这个争议真的太高了，而且你看，这是立法院国会助理工会的3个主张啦。第一个就是立法院公费助理工作权予以保障，第二个就是现行公费助理制度予以维持，第三就是公费助理既有之权利及福利应予入法。我老实讲，这3个主张我都非常赞成并支持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我比较讲，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你要怎么样让助理能够好好的来服务民众？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民意代表，相信连凤姐想法是一样，就是我们能够选上，能够服务民众，不是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绝对不是，一定是所有助理一起努力，我们才能够做到服务民众这个事情。所以，身为民意代表，你除了要做好你的选服，照顾好你的选民之外，如何照顾好你的助理，我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毫无疑问了。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助理能够上班的更安心，然后能够更有活力跟动力来从事这个工作？我觉得给予他们最基本的保障，这是确定的。OK， 尤其是你说，如果真的把钱都到立法委员身上去了，这个真的会让人家有很多的遐想。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立法委员也都是拿到多少钱就实发给助理。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何必做这个事情？是嘛？对，又何必呢？我还要自己再算一次多少钱？这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啦。现在我知道将近300位的助理有去签那个联署，说希望撤案嘛。但是，我不晓得国民党的几个立委对于他们的助理有什么要求。但是我相信很多没有去签的人，心中还是希望这个案子就维持现有制度就好了。对，因为现在已经行之有年这么多年了，对。那对于那些认真辛苦的助理而言，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跟保障，我觉得是民意代表不分任何党派都必须要努力的方向。OK， 小武哥，我补充一下了，因为像这个议题哦，因为国民党内不可能拿这个议题来做所谓的党纪啦。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投票的时候还要全力挺啊，什么样的，不可能啦。那如果最后搞到要表决哦，然后你的党内的人一定会有一堆跑票，哇，那不得了，那就难看了。好，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他们转弯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做这个所谓的政治，他们也不敢直接拿党纪来要求，没错，对不对？因为我在猜啦。如果真的会发生要用投票的话，国民党当天应该会很多理由没办法到现场，生病啊、跑行程都来不及。这个还好，对，我告诉你，像徐小青他们那种都直接讲明我会投反对的，因为如果不去的话，还让大家觉得说你到底在回避什么？那就直接表态，因为这个表不表态，就好像今天助理拿着那个请所有的委员来签，那就是明白表态。对于这种争议性的法案，本来就应该大家各自表态，像这样一些事。来，云峰。好，其实刚刚小武哥有在问说现行的这个制度啊，我们是要改的话是越改越好，大家才能够接受嘛。那你如果没有改得更好，比如说你今天如果陈玉珍的提案是讲说，可能议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公费助理的加班费，因为这个通膨啊这些因素之下，我们要予以调整。因为像我们过去议会就是。本来的我们的助理费是1个月是24万，从今年1月1号调成32万，原因是什么？因为过去30年都没有调整过，所以才会去做调整，这个是越来越好。那现行的制度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你看，在这个地方制度法里面，公费助理的使用范围都写得很清楚，比如说直辖市32万，县辖市16万，最多就是这样，而且你最少，比如说直辖市要聘6个。然后县辖市2个，最少都要一定要。重点是什么？他说
我们的助理是适用劳基法，包含这些什么保险费啊、健保费啊、什么资遣费啊、什么加班费。那你现在如果按照立法院这样子改了之后，那我请问，以后你的这些制度到底要怎么执行？现在没有讨论，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再来，我这一个列出来的其实是我自己的助理，好。现在，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助理都会收到这个薪资单，都是由台北市议会直接进到助理的户头。你所得税、健保费、这些退休金到底扣了多少钱，清清楚楚的嘛。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跟助理去 argue 任何的事情，因为都是一切都按照制度来，不是用人管人，是制度管人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劳健保该扣多少钱就多少钱嘛，那没有任何疑义。第二个其实我讲真的，明代真的没有那么伟大啦。像助理，像我们都是助理出身，一个幕僚的养成需要花多少的时间，绝对不会像欧小玲讲的说，是因为你不够优秀，所以你才会担心。那欧小玲有没有想过，其实会不会是你这个老板太烂，所以人家助理也不想要跟着你？也有这个可能啊。你凭什么都是用惯老板的口气去质疑人家助理不够优秀呢？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用这一种的说法，好来面对现在媒体大众的质疑，其实对这些助理来说，看到可能都是觉得会蛮心寒的。其实他会在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当然你说助理的权益应该要维护，但是我刚刚回到那个议题，就是它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而这个制度是。如果当有人要讨论这个，说因为有没有一些，因为是陈玉珍委员在镜头前面公开讲过，有300多个人犯了法什么300多个，那大家要讲说，这一届没有300多个人，大概只有20几位地方的议会有议员有涉及到助理费的案子，那因为犯了法，所以要修法吗？是这个意思吗？那要修的法很多那所有可能犯了法的人都要修法，怎么会是？怎么会又是修掉？是吗？怎么会是用这个逻辑去告诉你要去修法呢？它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些情形嘛。现在看起来这个案子好，是不是到了明天会有任何一些的转折？不会因人设事要去做除罪的问题，不会在未来让所有的这些费用变成刚刚讲说，我不质疑任何一个委员，但是当这些钱全部都进了委员的私人账户，变成是委员，因为讲是他的实质薪资的时候，到底还会请多少？真的，刚刚各位讲，在我们眼中非常优秀的这些的助理，到底还会不会这样做？那不是就变成实质上的加薪吗？太好了，年底以前，邱明玉多希望是这个样子 ，OK？ 可是真的可以这个样吗？伟阳，现在大家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好，第一个白银的态度，因为白银这8票很重要吧？对，如果白银不表态，那表决起来，那如果蓝营也不跑票，那对绿营来讲还是吃力。可是看起来刚刚讲蓝营也不相信会有人不跑票，这个案子不表也奇怪吧？不跑票太凶了，这个。好 ，OK。可是白银的态度到底会是什么样呢？黄昭就告诉你，公款公用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签名的时候，白银也只有陈昭主委一个人签。那黄昭健还拿当初国务机要费，直接讲说，你看双标，民进党就是双标。这个白银他们好像有5个委员的办公室的助理有去签啦，然后党团的助理也有人去签所以就助理工会那边的角度说，他们助理其实自由度蛮高的嘛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人还是不置可否，特别是委员这些部分，因为他们委员已经习惯就听那个上面的意思是怎么样嘛，蓝营的意思还有黄国昌的意思是怎么样，他们有说要提一个黄国昌的版本但写出来会长什么样子？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总是要这个真的提出来，我们才会看到他到底立法的理由是什么嘛。我相信黄国昌应该没有这个胆子，像陈玉珍的版本写一个说，哇，这个是立委薪资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这个胆子了他要是敢这样写的话，可能这个回去就会有一些办公室的事情莫名其妙跑到那个媒体上，所以说穿了就是现在会不会拿出来编的？比如说昨天大家都在看。刘淑彬委员，刘淑彬委员就是因为一开始传说民众党有助理被骂，连署被骂大家后来又爆出，就是刘淑彬他上午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心神不宁了，然后出来回答也是前言不接后语，有点这个就是这难得一见的语无伦次就是实际上他讲了将近500-600字吧，其实就只是黄国昌讲的公款公用而已。可他讲了他什么助理就是一个助理啦这就是一个办法办公室管理风格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思考
可他讲了他什么助理就是一个助理啦，哈，这就是一个办法。办公室管理风格啊，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思考哈。讲了一堆，其实我要强调，不是公款公用，是公款法用啊，这个要依法去用钱啦哈。好，但重点在于说，显然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冲击力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根本就没有认知到这个事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助理怎么没事就去跟着人家一起跑？不过我要强调，刘委员，你才进立法院不到1年呢，他是补吴春成的，绝大多数的助理都比你老资格，你都是用人家的助理的，你在那边指挥你助理，叫助理好好想一想。你助理可能才会叫你好好想一想吧，你要不要反省一下这1年来你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行为？现在老实说了哈，就是因为我虽然不是立院助理，我是议会助理出来的当然我在立院以前是厂商身份去的但是大家都结交了非常多各层级的助理了。这件事出来之后，他们说我们的确有一些不方便表态的部分，麻烦你在媒体上帮我们多提点几句。几个重要的部分要带到，其中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嘛，大家在立院这么久了，各位委员长期有那么多电话、那么多案子、那么多协调会、那么多重要的人都是我们安排见的，请委员好自为之投票的时候，希望党团大会的发言投票都要谨慎一点这个大家都在看那当然。他们有带到一件事情，想一想，李乾龙在吃饭的时候讲的话是谁流出去的？一开始只有1条法案，说李乾龙只交代1条，结果后来越来越多条，变3条现在已经有3条了。对，这件事情是谁讲出去的？也就是他们助理的意思就不只是工会啦，就是助理群的意思是说，大家知道的事情很多，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律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修到过。但是呢，他们其实有带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可以有一些缓冲的空间。比如说，很多委员都说我要请工读生不方便是不是拨一个趴数出来10%、20%是委员可以机动调度一个更有弹性的方法去聘工读生，他就不用去付那么多的劳健保，就付单日的劳健保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可以讨论，但显然在陈玉珍的这个版本格局下不可能嘛，因为他直接就立法就说明就说这是委员薪资的一部分。所有人都现在都是拿了这个委员薪资一部分拿去问自己委员，所以我的薪资是你的薪资的一部分嘛？那委员要你中有我你中有你。对，你要委员怎么回答这个我有听到，明明自己收入就很多，对助理也很好的委员还有议员，直接就跟我讲说，这根本就是搞我把我搞成像是我要 A 你的钱来自肥我哪里需要你这个钱？我委员自己我平常就拿多少钱出来给助理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说，真正需要这些法案的人，全部都没有站在第一线去说明法案。假设你真的是要帮某些人除罪化，有罪的出来讲话，可偏偏他们就不敢出来讲话，都是一些我们讲有人直接带嘛，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比如说不分区啦或者是像陈玉珍委员已经要转进金门县府的。他们出来扛这一套，这就使得权责不相符。真正需要的人不是出来冲这个法案的人，全部都是一堆代言人。那你最后为什么要过这个法案？我想这个事情当然还有转弯的机会啦，就明天嘛。明天你就看怎么发言，怎么去修，怎么去提新的版本嘛。能不能够取得不是社会的谅解，助理们的谅解，我觉得是最重要的。OK， 如果有人要提新的法案，那到底在未来来讲的话，刚讲说是不是有中间有讨论的那一点点的空间？那法案本来就是应该要讨论。那大家关注的几个点，一个就是这个条款 ，OK，32条这条就是薪资全部都助理费是委员薪资的一部分，这一条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涉及条款那块。大概就是这2个吧，这2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地方。看未来大家在这个案讨论的时候，到底会是怎么样？再讲一次，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制度，刚讲走了30几年，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有这么烂的一个状况，要改成是这个样子吗？好，如果不是，那现在面临到的这些情形，为什么会热成这个样子？小玉直接问一下，会不会影响到选举？如果明天强度关山，当然会。如果以现在这个法案一路往下被大家讨论成这样，会不会影响到2026？一定会啊，这一定会啊，这就是观感的问题啊。对，那我就是说，国民党你应该要有合理的一个交代，比如像傅昆萁讲说，这个是保护助理，不让助理成为共犯。进步的法案，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傅昆萁总召不是说这是个进步法案？对，哪里进步？哪里进步啊？你没有打电话问一下傅委员吗？
他会接我，没有，他可能听到我的名字就挂掉了。小五哥，我再补充一个，他强调说这个是立委薪资的一部分嘛，也是议员薪资的一部分。当然。那我们要说，那如果这些钱全部变成我的所得的时候，那我每年要缴很多税。那到底要不要缴税？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们哦。如果假设今天改了之后，会不会以后这些民代立委或议员，你没有把钱给出去给助理的时候，你被抓到，结果是你又贪污，你又逃漏税，那这样我们到底算什么？你赶快请陈玉珍在那个所得税法里面再加一条，再修，歪掉。对啊，那800万免税。那民众一定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你们这些民代自肥成这个样子？我收入3万块、5万块，我就要缴税，你1年多快1000万，你不用缴税。陈玉珍出来告诉大家，国民党团也出来告诉大家，你们如果真的要修，要不要缴税嘛？不要再讲了。补充刚才会不会影响到2026年选举？有7位立委，他们可能要选县市长，现在就已经被人家说出来，你有做联署嘛？那一样嘛，所有立委你都要表态啊！立委明年不选了，可能不怕表态。但是所有的县市议员，现在今天上场了2个议员，主持人都要问你们2个支持或反对。那未来会不会只要陈玉珍的案子躺在立法院那一天，所有媒体都会问每一个要参选的议员，你们支持或反对？这会不会影响到选举？选举的时候拿出来说，当初你支持自肥呀，你还选得下去吗？这个就是国民党为什么一定要赶快急着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陈玉珍的案子躺在那里一天，所有的议员都必须面对明年选举的时候，他会不会支持这个自肥法案的问题嘛？我最后补充一下啦哈，就贪污治罪条例本来就是约束公职人员嘛，对。那你现在陈玉珍他那个版本就讲说，没有关系，因为政治人物是对选民负责，所以呢，如果你们觉得他真的有 A 有 OC， 比如说把这个钱拿去付房贷啊，拿去这个买车子的话，你们下一次就可以不要投他或是罢免他。这个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罢免又把它提高了，变成你第1阶、第2阶你要付身份证了，罢免就更困难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在明文规定说你这个贪污啊是合法的，因为他说这些政治人物只要对选民负责，你们不爽，你们下次不要投他。没有看过这个叫进步的法案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提这个案子是真的，像我听到是蓝委的助理，他们虽然脆心呐哈，他没有说到说什么2026不投国民党，结果说他们就顶多不做，然后甚至就离开助理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未来他们会对自己没保障嘛？因为我们可能谈好薪水，1个月给你5万块，结果你现在全部的薪水都给了议员或是立委，那他可能这个月给你5万，那下一次他就不保证会给你5万啊，因为你变成每个月你要看老板的，还有他会扯到他们的这个信贷啦、房贷的问题，因为。未来他们这个信贷房贷，他们要怎么样去说这个？他们是因为他们未来的雇主变成这个变成现在也是现在的现在也是啊，只是交一个名册出去啦。那至少你还可以讲说我是立委，我是这个但是如果说未来的薪水整笔就拨给他，你要么能够信贷跟房贷，你还要看立委的脸色跟这个议员的脸色，对他们来讲都是没有什么保障啊。所以博宇刚才博宇已经直接表态，觉得现在制度很好，大家为什么要去搞成这样，搞得很麻烦？那个是个人理念上，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对，我们讲到落实到最现实的，就刚才请到来宾的，对选战的那些影响。我先说了，这个案子，我先说助理费案子不算是一个社会大众型案子，这是一个算是就是立法院不管是民意代表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问题。那影响我觉得会有，就说这个观感好不好，可能会让有些就是观感对新闻传出来之后，有些年轻选民、中间选民不喜欢。但我也必须要回到阳明哥讲的，如果把助理得罪了，你真的是不要命了吧你？你不要命了是不是？这助理都跟大爷一样，好不好？对不对？因为我先讲，不是说我没办法违法问题，是说请助理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助理真的愿意好好的帮你考虑，非常的难。因为助理对我们而言，老实说，他出去了就代表我，所以他表现的好不好，说实话，我并不会第一线知道，因为我不会在他旁边。所以让助理有向心力，好好的愿意为这办公室努力打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要让他们愿意努力打拼，我觉得不管是福利上还是心态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最后这个目前的这个法案如果真的通过的话，我老实说，助理他们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怀疑？我觉得会有。我当然不是说我们有违法的问题啊，被检举，那倒不是，是会不会让整个你的团队有一点散掉了，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的来帮整个办公室来做他的服务，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啦。助理不好找，
助理怎么样让他留住，让他好好为办公室服务，都是每一个民意代表最大的难题跟课程。就你现在如果这个案子真的通过了，那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助理说？哎呀，不用怕啦，我会好好照顾你啊，不用担心啊。我怕口惠实不知。对，因为这钱进来到我们的不管是立委或议员的账户里去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诡异了啦。助理不好找，助理怎么样让他留住，让他好好为办公室服务，都是每一个民意代表最大的难题跟课程。就你现在如果这个案子真的通过了，那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助理说？哎呀，不用怕啦，我会好好照顾你啊，不用担心啊。我怕口惠实不知。对，因为这钱进来到我们的不管是立委或议员的账户里去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诡异了啦。因为我再次声明。这叫助理费，这不叫做民意代表的薪水。我想法是如此啊。助理费该怎么办？就是把通通给助理啊，这才叫助理费啊。那如果你真的要把钱都拿到民意代表身上的话，那你就干脆把助理费取消，直接把民意代表加薪。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没什么话说，就大辣辣的，对吧？就直接加薪。那我加薪，我1个月100万，我就报税嘛。对，我该怎么来处理嘛？但是硬是要把助理费加到变成民意代表个人薪资里面。我老实讲，对于一开始的利益应该是完全不相符的。OK， 我现在当初的利益很多想法是为了让我们的民意代表更好的来做选民服务，所以他才会帮你去请一些助理来协助你，而不是直接把薪水给你。我相信一开始应该不是这种想法。来，杨明哲，其实如果一开始是要为了除罪来处理哦，那该动的不是这个部分啦。你该动的应该是其他的配套。当然，刚刚小武哥一开始节目前面讲到那个立法说明那一段哦，应该就是他们未来法庭攻防要拿来用的啦。是啊，可是实际上最后还是看法官心证啊。现在已经有案子的，真的能够因为这一条修法就除罪吗？老实说，我不认为。更何况，过去立法院为了特定立委除罪是失败的。当时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会计法修法，搞到行政院长最后提复议，马英九出来道歉，王金平他们就那次还是偷偷摸摸大家一起签个名送出去，这一次是，你在一开始这个法案就曝光了，你要怎么审下去？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的版本基本上已经走进一条死巷子了。那只是说接下来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华丽转身，就是他们会把它讲成说，我们是为了助理权益，所以我们提一个新的版本，只是看这个版本是怎么样。但我还是再一次强调，助理是这个立委的宝啦，把它捧在手，真的。OK， 这整个来讲，它可能不只是立委的宝。如果以一个立法院，一个健康的一个立法院，就是全民的宝，因为所有的法案可能都要这样往下进行。OK， 那其实像这样一个案子。不枉大家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每天讨论像这样的，就是让所有的全民大家知道这个法案是这个样。不管哪个阵营如果提出来是这个法案，我们一定都是这样讨论，因为对所有的全民来讲，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你会有什么样的意见，让大家全部都表达出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这几天我都有跟观众朋友报告说，因为这几天，尤其像明天有几个案子很重要嘛，包括刚刚讲到的助理费案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从今天开始是金华城案开始进入言辞辩论所有的阶段，前面这几天包括要提示证据，那个过程呢，其实本来提示证据还蛮枯燥的，就是法官就是把中间你知道审了这么久的，要把这些证据让所有的被告大家全部都好，那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什么要全部这样。但是从今天开始，显然因为有柯文哲柯建主席，所以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过程就完全不会枯燥乏味，连一个包括要不要戴口罩。然后柯主就会问你，那可不可以戴面具 ？OK， 他当然也知道不可能戴面具，只是这个所有这些过程，在未来，尤其在未来几天，尤其是当庭结辩那个过程，你可以想象，用精彩可期吗？因为柯前主席势必要在那个时候向所有的人陈述他所有的心路历程的一些东西。不过一开始还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从今天开始一路往下这个言辞辩论，柯主席今天那讲了一些什么话来。是台湾司法史上重要的一天，你呢？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到台北市的市政发展，更关系到台北市政府公务员的尊严。特别是
司法不可以勾结媒体，沦为政治打手，变成破坏人民的工具。我相信大罢免大失败，32-0，台北市地检署的检察官绝对是重要的因素。我希望法庭可以直播，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你们有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的？不过即使如此啊，现在我还是要在法庭上为我自己的清白，为公务员的尊严，为台湾的社会的公平正义奋战到底。好，就这样，谢谢大家。阿贝加油！医生有没有听到？是阿贝不是为了他自己，没错，他为了除了这个外，包括公务员的尊严、台湾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才是他在乎的。对。因为接下来整个台北地方法院会进行所谓的辩论庭嘛，辩论程序到24号辩论终结，但是预留的时间有可能到31号，所以柯文哲就把这个半个月将近20天的时间可能变成是阿北在法院的个人演唱会跨年演唱会。开玩笑，我柯文哲被审了1年多，终于大秀出场所以他一定要直播。开玩笑，所以一定要叫黄国昌先修法嘛。但是黄国昌修法常常会修一半。就很懒惰不把它写清楚，然后说整个法庭直播的相关的办法由你法院自己去定嘛，就法院就定了。你要直播不代表其他人要被直播像段木正说我不要，我要戴口罩，我最好不要有人认识我。很多被告其实他是希望在法庭外面，我不要在法庭里面的东西跟法庭外面会被人家认出来嘛。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柯文哲那么碍眼所以呢必须保护其他的被告，包含还要有很多证人证人我讲的证词，如果你小草出草那还得了？所以我必须要掩饰我的身份，我必须戴口罩嘛。柯文哲就说，那为什么要戴口罩？难道我要戴面具吗？你自己要戴面具你就自己去戴当然为了法庭的尊严性也不能戴面具嘛。有些人希望全脸让人家认得出来我是柯文哲，你就让人家认出来。有些人希望他低调一点，你就要尊重这个当庭的这个当事人他相关的权益法院不是你柯文哲开的啦，总共有11个被告，每一个被告都有律师，每一个被告都有检察官，还有法官，还有相关的证人。你以为全部的人都要配合你柯文哲演出吗？所以不可能完全直播嘛，因为有相关的这些被告或证人来讲，他们不愿意露出，我法院就必须来做相关的影像上面的处理嘛。这第一点。第二个，法院法官当然要有所谓的判案的独立性嘛，所以我不能让社会舆论去影响到我断案的独立性，因为断案里面最重要是看证据嘛。到最后如果直播出去，你们所有小彩来出征我法官，那还得了？来说柯文哲是无罪，柯文哲是清清白白的，那我如何维持法庭的这个判案的独立性？所以必须在一审判决后5天才能够公开所有的这些资料嘛。所以法官有没有在怕？没在怕，只不过法庭必须照顾到所有人的隐私权，照顾到所有人的意愿，所以法院不是你柯文哲开的嘛？你柯文哲爱直播，说真的，你每天晚上你接下来就要土城实讲了，不是吗？他已经预计好，你也觉得他觉得法院会让他直播吗？他也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每一次的出庭，他晚上就开一个土城直播。所以柯文哲的目的是认为他真的是清清白白吗？他的目的是认为他为了自己在贪污或图利的证据上，他要说明吗？不是，他是为了流量嘛。他开这些土城实讲的直播，就是要冲高目前民众党低迷的这些所谓的流量，网络上面的流量，他要让小草重新聚焦到柯文哲柯案身上，让他的声量可以往上提高。为了什么事情？为了明年一审判决出来之后，他必须去辅选所有民众党的提名人嘛。因为民众党现在的提名，我说真的，现在民调只剩下8.2%，他怎么跟国民党谈蓝白合啊？就没人要理他嘛。国民党每次都说比民调，民调就输人家，难道民众党一席都不提吗？
民众党所有的县市长都让你国民党吗？所以他必须要有谈判的底气，他必须造一波柯文哲的声势出来，而柯文哲的声势就透过柯案的相关图利或者贪污罪的种种的罪行的辩驳，来造成他社会上面认为柯文哲很可怜，柯文哲是无罪的，而透过他不断的向南部去浮选也好，他说要下南部嘛，那透过南部的浮选去滚出柯文哲的浪潮，他才有底气去跟国民党去谈判各个县市长的礼让上面的问题，才有底气去浮选所有的民众党的议员也好，甚至是无党籍跟国民党的议员嘛。所以他今天这些话语。这些的做法跟想法都是为了政治上的选举利益，而跟法庭上面看的证据完全无关。杨明，其实当然你说这个案子，那到时候宣判的时候，到底判刑高低，或是无罪，或是有罪，他可能都会牵动到2026，甚或2028，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讨论过这些，所以本来大家都觉得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个判决或者是这个过程，尤其在结辩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但是看起来，当他这么在乎直播，甚或直接对着镜头讲，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他在乎所有这些的时候，感觉上法律上面的层面似乎不是这么重要的一块了，变成更重要一块会摆在政治层面上的意味了。因为其实就柯文哲来讲，他最好的策略啦，就是说这个法庭攻防策略，就是把这个案子变政治案件。那如果这个案子你就说，如果你说这个叫司法案件，好，那最后他被判刑，那你就是有罪嘛。好，那如果今天是政治案件，就算判刑也是无罪也是司法迫害，也是无罪。因为阿北清清白白，阿北不会犯错，这个是最高的策略啦。就是说他这个策略从上个礼拜的直播到这个礼拜还启动不只是他要在法庭里面，既然你不给我这个直播，我录土城开讲。他今天晚上还要播这个什么土城研习实讲那当然那是录播了他是录制，他不是真的跑去土城讲话了然后呢，就我了解，他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曼德拉了是他在狱中看守所读曼德拉自传的这个心得报告啦那当然，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这一次的法庭攻防，当然从9月交保到现在，应该说他在收押在看守所里面的这段期间，他都在准备这一场审判。对柯文哲一个2024年总统大选拿了几百万票的， 300多万票，没错，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政治人物，这一场官司就是攸关他政治生命能不能延续。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他会把所有的心力都聚焦，他希望他的小草。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走进法庭之前，还有这个你知道还有麦架，这以前是总统候选人的规格嘛，对不对？麦架架在那边，然后呢，这个上面阿北加油，阿北加油，他要的就是这个氛围。他要的就是民众党的朋友要聚焦在这一场官司，这是他与民众党生命交织在一起的，跟大家一起奋斗。所以你会觉得那种那个叫什么慷慨赴义转身走进法庭，然后他要的就是下面这群观众的欢呼。当然，他不只是要欢呼，是要后续的这些判决，他们要我们不离不弃。就算判了当然你说可能无罪，可能如果万一判了有罪，你们不要因为被判了以后，就真的影响到你们对我的想法。当然，公开直播与否。这个是一个叫做攻防的焦点。对，那像今天在法庭里面，基本上是在谈所谓的哪些事情可以列为证据的这个部分嘛。可是对柯文哲来，为什么他这么坚持要公开直播？其实你知道，这个如果今天我给他建议的话，那刚刚讲到面具比如说有人不想要露脸了那你就发一个柯文哲面具。我们都是柯文哲，现场你不愿意露脸，通通都挂柯文哲。那我说以这个模式对柯文哲来讲，他能够引发的政治效益是那政治能量，它可以延续。即便不管他一审最后判怎么样，都可以延续柯文哲这个能量。陈教授，请问一下，对柯文哲来讲，还要利用土城研习这样，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曾经讲过说，他一定会善加利用在这1年里面，在看守所里面的这些。那因为这对很多的白银或小草来讲，这算是受难记啊。是用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很多人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待，所以他势必要用这个把他所有那种当时受难的那种感受
全部不只是延续，要发扬光大出来。我还是先从这个柯文哲，他今天这个刚刚接受访问嘛，哈，他讲了2件事嘛。第一个，他就不爽这个法庭直播，不直播的部分。你到底在怕什么？那你要去骂黄国昌啊？这黄国昌的立的这个法啊，那他的立法粗糙立法，这个刚刚一山哥讲的这个立法立一半啊。那如果说你在法条里面就明定的这个就是那个白纸黑字就写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法庭直播。而现在不是啊，因为修的法是说，你对于什么重大的公共利益这个部分，你是可以采取法官可以采取适当方式，他是修成说适当方式，那这就是法官的裁决。那你如果黄国昌，你就直接写说我们要法庭直播，那就没话讲了。那所以你要去骂黄国昌。法庭直播如果一经申请，然后不得拒绝。哦，对啊，那你为什么黄国昌你为什么不把它直接定好嘞？对不对？所以你要骂，你要去骂黄国昌，你修法修一半啊。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法庭直播，如果再讲细一点的话，是说地院是原则上不直播，然后例外才不，应该是说公开啦，对啦。然后因为我们一年有300多万件民刑事我觉得哇，这真的蛮惊人的哈。所以你要去骂黄国昌。法庭直播如果一经申请，然后不得拒绝。哦，对啊，那你为什么黄国昌你为什么不把它直接定好嘞？对不对？所以你要骂，你要去骂黄国昌，你修法修一半啊。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法庭直播，如果再讲细一点的话，是说地院是原则上不直播，然后例外才不，应该是说公开啦，对啦。然后因为我们一年有300多万件民刑事我觉得哇，这真的蛮惊人的哈。好，那你知道今天还很有趣哦，今天细到什么地步？已经讨论到说你的这个镜头要怎么摆，镜头啊，因为像那个谁啊，很好笑，他说这个包括像那个郑生源，他是认为说你是要从法庭上往下拍，那有的律师是认为说你要从旁听席这样子拍。旁听席拍，你还可以拍到法官啊，什么还可以拍到旁听者的这个表情。我想说，跟光旁听者什么事啊？所以今天细到连这个镜头怎么摆拍都在讨论那我想说，好好笑。那我们年代这些摄影通通都去啊。那未来还要不要再设3G？那是不是还要再设 FD？ 如果讲太久的话，还要再画圈圈。现在科技有一种叫360摄影机，放在中间就全部环照。那这中间还要再进广告，然后大家还可以抖内，不是这样子吗？不是太夸张啦。所以我就讲说，然后那个郑生源还讲说，因为这一次是史上第一次，所以他希望呢，这个法官可以好好的来决定说，我们这个镜头要怎么来取景这样。我今天还花时间去讨论这个哈。那当然了，刚刚讲到说，除了端木正，他是认为他有被遗忘权，他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我是觉得说，他是希望你永远不要把我跟这个柯文哲提在一起。还有一个吴顺明的律师啊，他是主张说希望。检察官论告的这个地方不要进去法庭直播，哪有这种事啊？检察官一定是讲说对他不利的嘛。那检察官对你不利的，你希望不要播，你只希望播说吴顺明自己去讲述这个对他有利的部分，是可以这样子的哦。我就觉得说哇，今天当然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啦哈。好，那当然我是觉得很荒谬，但是回过头来。我也认为说，柯文哲他在意的是舆论，他今天就想要诉诸舆论来做这个攻防战，所以他这个在庭上啊，他觉得庭上不是重点，反正现在庭上无法达到他法庭直播的功能，因为现在法院不愿意嘛，就是变成审判后的5天再来公布那个影带，对他来讲已经是缓不济急，已经无事于补了啦，所以他现在要干脆自己讲，那结果谁有意见你知道吗？结果是林金杰跟卓冠廷有意见，为什么？他说要去土城实讲，可是要去土城吗？不是吧？没有啊。对啊，他这个林金杰说，如果你要播的话，你不要去土城讲。他说他们会造成这个什么当地交通的这个打劫什么的，有的没有的。所以他说他们要联署啦，说这个柯文哲你就不要去土城。结果卓冠廷说+1啊。所以他们是说，你要讲的话，你就这个不要来土城讲，你自己在那边好好讲就好了。那总而言之啦，我认为就是说，坦白讲，这土城实讲，他就是想在法庭上没有讲的，他想要畅所欲言，畅所欲言。那最主要还是要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舆论。可是我最后要说的是说，我除了对他今天法庭直播我觉得很荒谬之外，我觉得对他讲的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就是身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他说他要为公务员的尊严、台湾社会公德正义奋战到底。你知道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不舒服。如果说我将来有机会，我可以这个访问他的话，我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他说，你会不会为你曾经在
市长办公室收500万跟大家道歉。因为他不只是收300万，300万是彩飞轮哦，还有那个邱佩玲是拿了谢国良妈妈的200万，是给了柯文哲，所以他总共在市长办公室他收了500万。我想问的他第一句话是说，柯文哲你愿不愿意为你在市长办公室这边收500万跟大家道歉？因为你说为公务员的尊严、台湾的社会公德正义奋战到底，你光是在市长室收这500万，你对得起全台湾的公务员吗？如果今天我们把柯文哲换成赖清德，或换成现在在执政的蒋万安在你曾经待的办公室里面收现金500万，你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吗？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说他在镜头前面大喇喇讲说他是为台湾的公务员尊严跟社会的公德正义奋战到底。光是这500万，我觉得只有小草会相信吧。我觉得你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先道歉。可是他们从来避而不谈这件事情，我对他是非常非常失望的。OK， 武哥，我再补充一下，他今天其实有讲到，他说他这个关系到台北市市政的发展，公务员的尊严。请问金华城的案子是跟市政的发展吗？它是私有土地柯文哲，你是涉及金华城案子，是因为你给了他违法容积，然后让金华城有所谓的得利的这样子的空间，所以才会依据法规，你才会被羁押。那跟我们台北市的市政发展又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刚刚小玉姐讲说，公务员的尊严，除了在市长室收这个500万现金，你知道那个时候只要为了金华城的案子违背柯文哲的意见的那个林选里啊，还被他摔笔还被他呛下说，我永远不会让你升官，然后呢，还把人家调离职务。所以这个叫做公务人员的尊严吗？就因为你当时就是要去处理金华城的案子嘛。再来他当时还有下条子就是写 memo 纸，为了金华城的案子，不管是给彭正生，或者是给当时可能有交办那些科长的问题，这个都有写在起诉书里面。如果柯文哲你今天真的那么在意台北市公务员的尊严，我觉得你应该要出来讲清楚你当时的那些行为，你提出证明说你自己没有做。这个才是重点吧？那不搞到最后，我们现在台北市的公务员就为了你柯文哲金华城案子，大家吓得要死很多案子为什么后来推不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柯文哲当时做的这些事情，你是伤害了公务人员的尊严，而且是伤害了台北市我们真的有非常多优质的这些基层的公务员所以我觉得他到目前为止，你看他今天出来外面讲的这个话，一副他自己一样是高高在上。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当时被调查的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很无辜的这些人，包含邵秀佩他们这些，包含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嘛，她是都委会的直秘，所以对这些人其实都很无辜啊，是因为你柯文哲，你有了你市长的身份，你用了你的权势，当时为了金华城，你去欺压了他们，然后叫他们去做出可能违背他们公务人员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对你光看柯文哲，你不得不说，最起码柯文哲主席在包括媒体运用、包括舆论掌握，在各方面来讲是非常活用的。那这对你们来讲，因为蓝白合大家常会讨论说，那接下来是要跟柯前主席谈，跟黄主席谈，或是那个合作之间的那个氛围拿捏，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在未来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法则？我们是相当看好的。真的是。我看到柯文哲主席这2天的一些谈话，我重新的再发现到，也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民众党的灵魂还是柯文哲，就这么简单。柯文哲几乎还是跟民众党画上了等号，不管党主席换的是谁。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柯文哲主席前几天上个礼拜才说过，他跟蓝白合不用再让趴了，全民调就好。对他觉得不要再让3%、6%很奇怪，代表什么意思？柯文哲主席也认为，如果蓝白合接下来真的在县市首长要合作的话，单纯的全民调就好，把极端值拿掉，不要再讲其他有的没有的规则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个人认为跟蓝营目前的态度是很趋近的，因为目前当然了，这个党中央蓝白合还没有确定好结果，但是至少在一些我们党内一些沟通上聊天的过程当中。目前恐怕只有新竹市比较有礼让的可能性，其他各县市目前我还看不到有蓝营直接礼让白营的机会因为几乎每一个县市，当然这个县市首长要连任不讨论，一定是提名他。那些没有要连任的，其实现在几乎都有人选想要出来参加这个接下来的县市首长2026的大选，只是还没有被正式提名罢了。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
让他们直接去说服他们不要参选，礼让白银。目前我真的是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不会，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第一个，你刚刚讲的，如果蓝营看起来就是这样的态势了嘛，白银也是啊。像那个宜兰不是船委会，他们已经直接提名，虽然说有些人跟你们打过招呼，是船委会不是也直接讲，只有柯文哲能叫他退。如果柯文哲没有叫他退，那宜兰那不就吴宗宪？我不知道会不会一定是吴宗宪了，还有议长嘛，对不对？那不就是蓝白之间大家就硬碰硬要往下走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选举就是这样子，因为沙卡都也在所不惜。如果到最后白银他没办法接受用民调来最后来做蓝白合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上卡都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国民党不可能说，因为你不跟我民调，所以我放弃让你选。那不要说我们的候选人接不接受，我们蓝营的支持者这个感觉杨过也不接受啊！你直接放弃比赛啊，这可以输，但不能放弃比赛。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啦。所以我才讲嘛，你说王慧姐虽然讲得很客气啦，说柯文哲叫他退他就退，我讲难听一点。我们的这立委主席叫哪一个退都不一定会退，对啊，这为什么要退？这个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赢，你干嘛叫我退？有个理由吧，对啊。郑丽文讲话，黄国昌叫谁退？哎，不一定会退，一定要柯文哲。所以就说这东西不是党主席个人的想法，这可以让谁去退的嘛？你要给我个合理的理由，因为你要说服的不只是候选人本身，你还要说服是整个支持者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嘛？我莫名其妙，假设好了，蒋万安市长退了。你叫我们投白银的人，你告诉我给我个理由啊，谁投啊？这怎么会投得下去嘛？所以柯文哲主席我觉得讲得很好啦，就是接下来蓝白要合就是全民调，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而且也是最公平的方式。扣除掉一些极端的数值以及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民调公司之外，剩下的就是用数据来说话。谁能够得到最多选民的支持就派谁，因为他是胜选机会最高的，我相信这是很合理的啦。那当然，以现在情况之下，新竹市。因为毕竟你说高虹安市长他状况还没有真的定验，那最后会不会派高虹安市长出来继续的参选，不知道。但是在新竹市上面而言，我觉得是现在台湾各县市里面，国民党最有可能去礼让的县市。其他县市以目前态势来看，我觉得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们想要提名任何人，我们国民党绝对都尊重。当然也希望民众党能够尊重国民党提名的人，提名完之后用最后的民调来做一个决策。最后整体完变为一组候选人来参选，我相信会是2026一个最好的一个应战方式。OK， 而且如果2026能够顺利的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整合的话，那2028就有所接近了嘛。如果2026都没有办法整合的很好，2028当然你说蓝白要不要再合，或者是能否真的合作的非常的团结跟中心一致，那都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OK， 我想看起来柯建主席今天他的案子进化成这个案子是在结辩嘛，整个监视辩论从今天开始。今天最新的媒体报道，那黄国昌涉及的是不是有涉及到狗仔案的这些事情？北检传了前中央社记者谢清恩 ，OK， 就出庭要厘清所有的案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对，但是显然对柯文哲、柯建主经过这一整年来讲，司法案子对他来讲的好像已经不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他来讲有任何拘束的这种感觉，尤其是那个活络的运用所有的战术。当初如果是黄国昌的话，我不知道陈晚会会不会说出那种只有谁叫我退我才退，要不然一定往下走。但显然柯文哲这一招是从2024那时候，他不是就曾经讲过，跟国民党讲，如果大家没有谈得好的话，我找10个关键的地方，我只要摆10个关键的地方，你国民党就倒。那立法院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是，所以显然未来蓝白到底要怎么合，现在真是个未知数了。应该是说哈，这个我们还是要从柯文哲的这个，不管他的是言辞辩论，或者是他所谓的土城实讲，我们一定要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那么坚持要法庭直播？不是法庭直播本身有意义，是朝法庭直播这件事有意义。他要营造什么？我政治受难者，我被迫害，土城实讲讲的再烂，他都觉得自己可以赢过赖清德。赖清德讲到4讲就拜拜了嘛哈。好，为什么柯文哲会这么有自信？重点是他也要营造，这很重要。为什么他需要营造很重要？他知道自己的可能官司大概这个可能后事不妙，所以他需要透过司法事件来营造什么呢？政治能量。包括黄国昌也是，黄国昌后面也会有司法攻防，那重点是胜败一回事吧。如果我没办法从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提款的话，那就是真的就是白白被审判的嘛。所以一定要提款。那我提款是做什么呢？后续跟人家谈判的政治资本，不管我之后要转移到什么，我必须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认为土城实讲，或者是这个柯文哲的言辞辩论，那其实就我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场对一场。他的土城实讲就是白天开庭，晚上实讲，白天开庭，晚上他就是完全对应的啦，就是他要去维持一个气势，然后柯文哲就华丽的再次登场。为什么他需要登场？因为黄国昌可能淡下去，可能会下去。好，那我们从这边都可以去讲，如果柯文哲重新回到民众党党政的第一线的时候，柯文哲是跟国民党蓝白合的那一派吗？还是主战派？我想国民党人心中都有数吧。黄国昌可能还比较会遵守承诺，你比民调输了，我真的就退。柯文哲，大家都有惨痛的经验嘛。柯文哲签了协议，就等于没有签任何协议。黄国昌可能还比较会遵守承诺，你比民调输了，我真的就退。柯文哲，大家都有惨痛的经验嘛。柯文哲签了协议，就等于没有签任何协议。黄国昌可能还比柯文哲爱一点面子啊。柯文哲根本是置死地而后生。那像他今天直接在脸书，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他直接写说法律文字明定法庭直播，你去告诉我哪里有这些字？可是他到处写民众党所有的文宣管道全部都一样。就说法律文字明明就有定这个，但明明就没有，他根本就不在意你的质疑。所以后续是什么？我们就连到陈晚会，他为什么柯文哲叫我退，我才会退？意思就是他不会退，因为柯文哲不会叫我退，我就一定站到底不管怎样我都站到底。大家不能比民调了吗？好，这个就是有趣的。议长那一边的说法是大家来比民调，民调输了的话，我就退议长那议长你要注意还有个吴宗宪嘛，所以是议长先跟吴宗宪比吗？还是议长吴宗宪陈晚会比吗？民众党要进来一起比吗？会不会要在那边吵说到底3家民调？会不会有求真民调是什么？又开始吵无限大车轮？那会不会是国民党自己比完了，张胜德赢了，然后跟民众党一直比不起来？那就大家就是翻脸嘛，选到底。宜兰这一局很可能最后是这样。陈晚会的话中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柯文哲叫我退了，黄国昌叫我退，我都不会退，就是这么简单。即便大家都说他是黄国昌人，好，那同样的一样，膝盖也说他嘉义4应该会选到底。这其实也有策略操作。原来大家还一度传出膝盖可能会去选彰化县，但为什么现在彰化没有了？因为彰化民进党现在在比类民调。民进党很多人在拼OK， 那民众党摸的可能就是说民进党有一些初选输的，也许他就可以在那边提出来，一样继续大闹天宫。要注意柯文哲的策略，就像刚刚5哥讲，我要在10个区提嘛，我就全台湾这样闹下去。所以七改会不会选到底？就目前虽然在地的国民党认为说，我们随便推一个议员，我也不会让给你，就是我们会拼到底就是反正输了就输了嘛但是我认为柯文哲真的会一个到处会哔啵啵就会冒出来。为什么？他要逼国民党在一些地方让他，也许是立法院，也有其他地方。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就是其实大家都在等一个时机。除了柯文哲的言辞辩论庭之外，16号的那个高虹安2审宣判还蛮重要。因为新竹的蓝白合的前提是高虹安，只有高虹安，邱成远他们不要。议长那边我上个礼拜下去，他们是说邱成远他们不要。OK， 真正有票的是高虹安。所以背后的局势还非常诡谲，会不会闹到蓝白全面翻脸？我觉得纯乎柯文哲的意思。OK， 2个字好不好？诚信，好不好？算是呼吁诚信，好不好？柯市长你直播了，好不好？诚信，我们绝对相信你的诚信，好不好？全民调就好，好不好？这个给白银参考一下。你在跟柯文哲呼吁诚信，我在跟民众党呼吁柯市长，对，诚信，好不好？忘记他签完6点协议就在这个棚。对，那个过去就要过去了，该翻页了，翻页了，接下来又来了，对。OK， 那会不会影响到2026、2028有非常多的一些因素，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然后呢，包括媒体上报道的什么3张门票啦、政协会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国民党大动作的，那直接跟媒体讲，又是明天，礼拜5。明天那希望那媒体呢能够直接下架，所有包括连结什么全部都弄掉，不要再有像相关的这一些内容。杨明，小雨，2位资深媒体人，简单问一下，杨明，自由时报会不会撤？不会啊，不会。小雨会不会撤？当然不会啊，因为他要告就告，不是他怎么撤？他报纸都已经登了啊。对，他讲说他网络的那些，对，他要告就告啊，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定是这个样子嘛。可是为什么这样？来，博弈，那
我想郑丽文主席也知道，他们就算发律师函叫自由时报撤，自由时报不可能会撤，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动作？我个人觉得国民党还是对于自由时报抱有一些期待啦。我希望他们是一个公正有良心的媒体，对。希望如果真的是不实的话，就麻烦你把它撤回去，道个歉，大家就当做没这回事。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老蒋那当然告到底了，没什么好讲的啦。因为当然对我们至少蓝营的人，你说郑主席要不要到对岸跟习近平这个主席会面？其实我们是期待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会面，让两岸的关系变得更好。但问题是。会面归会面，不是说我要好像是我卑躬屈膝，要投降很多事情才能够换得一个施舍会面的东西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不如不要会了，因为状况只会造成反效果嘛。我们要的是平等，而且真的能够沟通的讨论，而不是卑躬屈膝的去请求。所以对于国民党角度其实非常清楚，我们是乐观以待，也希望两岸能够做高层级的会面，但不是不对的，或者是这种低下姿态去拜托的状况。所以现在对于你说那个《自由时报》他讲这个新闻而言，他讲的是什么？是国民党好像几乎气手了，只要你愿意接见我，什么都给你，没有关系的。如果这种东西是真的属实的话，那国民党现在就不要选了，这还有什么好选的？你直接去通通变共产党不就好了？所以你说郑主席，包括整个国民党党中央，为什么会对事情很生气？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以往的经验而言，我相信啊，对每个政党都一定会至少会给你一个机会，说我跟你讲，我要动手了，对。但是我希望你先撤回去。如果你不撤回去，我就会真的去做实质的提高的动作。我觉得这是个礼貌跟一个态度。但接下来如果真的讲好，如果自由时报真的觉得他有所本，那我觉得那就是上法院，那种法院来判，这个也没什么好讲。但是对国民党而言，态度摆出来了，我觉得该要去怎么做，该要去提高，接下来一定要赶快，而且要很明确的去提高。不要说我要提高他，后来好像没下文了，或者是我要说提高他，后来一直偷偷去提高什么，不要大动作弄出来，因为这是整个政党名誉跟尊严的事情了。期待两岸能够沟通会谈，但绝对是在平等而且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来进行。好，来峰，其实我很期待国民党赶快去提告。对啊，因为当时自由时报提出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说会协助党下军购的预算嘛，那现在有没有发生？确实就被挡了2次啊。那第二个，阻止限制中国人民往来经商投资的立法时程，包含我们提了这个国安法的修法，被挡了700多次啊，连讨论都没有讨论啊。那有没有发生？也是有发生，那也包含了。中国国民党现在又提什么中配6改4啊等等的这些跟中国就是大家外界会质疑跟亲中这样子的立场比较有关系的法案，也正在发生啊，而且都排进去他们审查的这样的程序里面了。再来，现在就是说第3个要排除统一有害的体制改革。好，那这个郑丽文主席他从还没有上任之前。他就不断的一直在讲说什么他支持9·2共识啊，然后也讲说就是一路都在吹捧中国嘛。那不要忘记了，他连普丁是不是独裁者这种话都可以讲出来了。那我就问，如果今天国民党要告，我们刚刚讲的《自由时报》所报道的这3点，到底进了法院的审理的时候？法官会怎么认定说确实有没有实际上发生嘛？法院看的是实质的证据嘛？那也或许人家《自由时报》确实就是有所本，所以我支持国民党就赶快提告。对，因为《自由时报》那么大的媒体，他也不会去，基本上他不会去撤啦，一定不会。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商誉也好，当然他的信任、生活信任是最好的，对，大家单纯。那要告就去告嘛，就是很明确的。那最后我再讲其实。国民党他现在一昧的，就是说从郑丽文主席上任以来，其实我们跟议会其实有跟国民党的这些议员，或者我们去其他跨县市的议员在聊天。其实面对明年的2026年的选举，这些小鸡们也很焦虑啊，很怕说主席刚刚有讲你立法院包含他们推的这些法案都管不住了。OK， 然后呢，地方的选举。然后你又不断的爆冲，你的言论不断的爆冲，对这些要选举的议员来说，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更不用再讲说，如果假设接下来又要再讨论蓝白合，那郑丽文他这个主席有没有办法带领国民党去跟民众党去谈？他有什么样子的信任度是被这些国民党内部的民意代表所认同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危机啊。那郑丽文他这个主席有没有办法带领
国民党去跟民众党去谈，他有什么样子的信任度是被这些国民党内部的民意代表所认同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危机啊。那来博弈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就你们自己都会很焦虑吗？如果郑丽文主席的所有这些言行啊这些，我必须要讲啦，每到选举，党主席他位置就代表整个党，他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所以你之前郑主席去无实的事件，其实这个是。大家其实几乎都党内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都是希望党主席在之后的活动当中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流程以及参与活动的内容。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郑主席能够发挥他的战斗力，能够更接洽年轻人跟中间选民。但相对而言，在两岸的议题上，我相信一定是希望和平跟交流，但是在用词上跟包括了一些言论上，一定要更加仔细。因为如果一个没有讲好，你说对于不要说2026、2028，说不定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对于主席的期待。但我们也相信主席在整个历练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稳健，越来越好。小玉，因为为什么要大动作做成这样？讲最现实的一件事，如果动作不做这么大，2022又回到最现实的一件事，2026会不会有影响？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动作不大不行啊。我要抹我们心中了，不是啊，要提告，我觉得很难啊，因为刚刚就像严凤讲的，他基本这个包括什么军购也挡了，他就一步一步都这样照做了嘛哈。那刚刚博弈讲说，他希望这个郑丽文主席发挥战斗力，我想说给他几球，你真的希望他发挥战斗力吗？你应该希望他低调吧？没有，我们绝对是支持主席有战斗力的。低调没有办法改变现在的颓势。不，他已经很有战斗力了。他如果再有战斗力，你们的这个火山要爆了。OK， 因为你的选区在大安文山，所以你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你要帮你们中南部的一些小鸡，或者是没有那么优势选区，我们对主席有信心，好不好？不要这样，分化我们的这团结。他超有战斗力的，就是明年被那个媒体写对了，明年就正席会，哇，这战斗力。这个不一定是不好哦，老实讲，正席会如果真的是在两边很平等的情况之下，那绝对对国民党是加分。但是当然，如果出现一些，可是时间点是不是也要拿捏？因为如果要是太近的话，那到底是正是负？当然了，这个会太不可预期了。对啊。不过坦白讲，从郑丽文的这个最近的一些言行来讲，他等于同属一中都讲出来了，所以你会，我对于那种正席会，我觉得对国民党不会加分，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你不应该希望他发挥很大的战斗力。但是对国民党唯一的好处是说，因为明年2026是属于地方选举，你可以比较界定为地方政治，通常在地方选举比较不会去谈到两岸外交这个部分，那所以人的部分还是比较大的因素啊。那要看啊，如果说博弈你愿意觉得战斗力很强的话，看你们要不要找郑丽文来站台啊。不过你不怕啦，你不怕，对，你不怕，这不是怕的问题啊。可是像柯志恩他们就很怕，对啊，越往南部就越怕。主席为民进党站台这是一定的啦，我可以跟你保证，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我们是团结的一份子。我们选举的时候，只要场子主席有时间来，我们一定会邀请。OK， 北部南部还是不一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杨明，是王辉委员吗？这两天有质询一个，就是那是火药采购案吗？对，它是一个叫做 RDX， 它的名称叫海草根，它是一个翻译名称啊。它的这个虽然叫海草根，你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它就是炸药。OK， 它就是一种炸药。那这是国防部的一个炸药的采购它的采购这个案子。那它的原本这个厂商出价7亿多，最后绝标5亿9千多万这是一个巨额采购。结果呢，得标的是一个叫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好，那当然今天顾立雄部长他是说这家公司有所谓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行业，可是呢，要记得这个它我框起来这个红色框框的包括国际贸易业，都是在去年12月它才新增的营业项目。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在去年12月底以前都没有国际贸易的时机，它改变了这个国际贸易，刚好这个标案就要求一定要有国际贸易经营，然后呢，而这家公司过去从来没有进口过炸药的。他就进口了，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标案。好，那当然，其实很多人就会说，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吗？合法合规啊。各位啊，进口炸药不是进口鸡蛋很多人拿也不是快筛，这完全不一样。炸药啊，你比如说出口国，它的国家要给你许可出口，这是很特殊的物品。好，那所以这种东西它出口，除了要出口国的许可证，还有呢，你这家厂商要向经济部。申请，比如说如何运送，如何储存，当然他也可以说国防部都有参观的仓储啊或什么，他是可以这样说。可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
这家公司有没有爆破物管理员？因为你要怎么去接触，这个都要受训的哦。好，这个绝对不是临时组起来就有的哦。所以里面有很多法规啦。但是我们先宁可信其有，哦，他一定合法规，国防部才会把5亿9千万的标案给他嘛。那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听到是那个立法院的这个国防委员会马文君委员哦，他们要下礼拜啊，礼拜1就会针对这个采购案做一个专案报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最麻烦的是什么？是因为现在有一个1.25兆的特别预算，而国防的采购理论上不应该让民众有疑虑。这个案子最麻烦是说，当你今天连炸药采购都让民众开始产生一些问号的时候，其实对整个国防预算的审查，其实反而是不利的。礼拜1就会针对这个采购案做一个专案报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最麻烦的是什么？是因为现在有一个1.25兆的特别预算，而国防的采购理论上不应该让民众有疑虑。这个案子最麻烦是说，当你今天连炸药采购都让民众开始产生一些问号的时候，其实对整个国防预算的审查，其实反而是不利的。我补充一下，他有没有爆破管理员我不确定，大家一定有旅馆的管理员。就像福麦公司被查到，他1楼在经营旅馆呐，他在台南市的这个公司地址1楼在经营旅馆呐。然后当有些记者去问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在承接这些国际案子的时候，为什么会做旅馆业？”他的公司员工是我不清楚，你去问老板了。老板的事业他说上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公司是在那个旅馆的顶楼，所以我就说这整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啦。就是说，其实这已经，我个人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进口这个东西啊？因为这是危险物品，而且听说它的威力是比一些包括手榴弹等等还有更严重的一些炸药管制。当你没有这个能力而进来这个东西之后，会不会对于整个你说国防工业也好，或者是民众的安全也好，造成很大的疑虑？这个问题恐怕比这个所谓的5.9亿的这个承揽金额更让民众感到担心。而且5.9亿基本上是10几公吨等级，它不是它不是几公斤的问题，是进来怎么办都不知道来计算的。对，来一下，其实选战有一点哪一边犯的错少，没错，对哪一边就会有利。当大家在讨论陈立文主席的，包括刚讲到那有没有政协会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他们提告或什么，对于绿营来讲，也是大家在检视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像这些好。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状况，当然就国防部虽然有出来说明，接下来我相信很多委员也会质疑这些。现在就是大家动辄，你只要哪一边犯了错，民众对这个会看得非常清楚的。我觉得今天顾立雄回应的不好了，他应该主动把这个案子移送政风。政风调查不代表有罪嘛，那你至少大家外界的疑虑，你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时机的公司？军事采购大家都知道，一定就是那些人而已啦。不会是特别我明天去开一家贸易公司，我就可以去进口。一定是有相关的网络跟脉络，你才能够进到这些相关的东西嘛。这些相关的东西也要经过特殊的运送、特殊的储存，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口。那我相信这家厂商这个相关的董事长可以标到，一定有他的门路。但是你不要用这家公司吧？你为什么要特别用这家公司？我就很怀疑啊！那么多有经验的公司，你跟那么多有经验的公司去合作又如何？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政风要调查？你一定得用这家公司吗？如果你这个个人是有门路的，然后上面有门路，那你有门路很好啊，因为他是流标3次、2次啊，第3次本来就可以所谓的要标。那你找到特定人等去做所谓的采购的动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比较符合有时机的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嘛？你一定得用这家公司吗？这才让人家引发疑窦的地方嘛。所以我直接讲，我要是国防部长，直接送政风调查，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1.25兆现在在讨论的国防预算嘛。这件事情已经连古立言都已经跳出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已经挡了3次的这个相关的1.25兆的特别条例进到所谓的委员会审查嘛。那挡了3次的1.25，自由时报都已经说是不是为了门票？我说真的啦。
如果有门票还好啦，我常常在讲馆长，你都舔中舔成这样子，如果没有拿到钱，那不亏大了吗？舔中舔到你自己被说中国馆，舔中舔到你的健身房都要关闭了，流量都下滑了，结果你还换不到东西。我也要说啊，郑丽文你在上任之前跟上任之后做了多少，讲了多少对中国有利的事情，习近平爱听的事情，如果没有换到郑习会，我也不怀疑说你为了和平的用心嘛。那但是古立言说什么？和平对话要与和主共存嘛。台湾要有国防，让你郑丽文去跟习近平谈的时候才有底气嘛。你不要在那每天军演嘛，我们已经有准备了嘛。你让台湾可以和平，2028年可以继续选举，台湾的民主化，你大声的跟习近平讲啊，不要干预台湾，干预过甚嘛。所以啊，郑丽文都已经说你要见习近平100次啊，明年一个礼拜1次啊。看到底对国民党2026年的选情有没有利嘛？所以郑丽文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说国民党现在2026年不需要习近平来辅选，所以你又不见了，所以这张门票你干脆不要了，但是你还是要表现给习近平看，所以你不断的阻挡这些相关的国防预算。对各阵营来讲的话，选战就是这个样子。那哪一边犯的错少，那民众那当然就会接受那一边。那重点就是在各自，这是一个滚动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来宾说讨论这些，尤其是到了明天助理费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发展，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呢，包括刚刚讲的火药啦，或所有这些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